我跟一个双腿残疾的豪门少爷闪婚，他甩给我一份安乐死协议和5000万补偿金，告诉我1年后他就会去瑞士结束生命。可我只回了一句话，就让少爷站了起来。结婚本不是陆庭渊的意愿，是陆奶奶以死相逼。为了完成老人的心愿，她别无选择。她觉得给我5000万，再追加些补偿，就能心安理得的去死。既然1年后你就死了，那我们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我等不了。林慕雪，你做什么？你奶奶说了，你的胸椎损伤已经稳定，生育完全没问题。那又如何？1年之后我就死了。婚姻对我来说本来就不是必需品，可是我想要个我自己的孩子，去国外精子库挑个优秀的基因要花很多钱。你长得这么帅，基因这么好，还是免费的，不要白不要。陆庭渊，现在你有2个选择，顺利的话，你死前还能见上孩子一面；2，我们先培养5个月感情，再备孕6个月，这样我还能顺利挺着大肚子给你安排后事。我选2。我毫不犹豫地跨坐到他的腿上，双手勾住他的脖子。行，培养感情，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培养感情，满意吗，老公？他猛地推开我，现在立刻从我身上下去！耳根憋得通红，呼吸急促。不能让他发现我漏气。好嘞，老公，我去洗漱了，有事叫我。转身关上浴室门的那一刻，我靠在门背上，长长舒了一口气。就算1年后他真的去死，我也绝不会让他死得那么轻松。就在我以为这场婚姻会按照我的节奏推进时，第2天回老宅，一个女人的名字却硬生生撕开了陆庭渊最痛的旧伤疤。回陆家老宅敬茶，陆奶奶对我极其大方，2套地段绝佳的房产，加上一堆早年拍下的名贵珠宝，全都塞进了我的手里。阿渊2年前出了车祸才变成这样，他不爱跟人接触，婚礼也没办，委屈你了。还没等我说话，旁边就传来一声冷哼：太奶奶，这个女人就是冲着咱们家钱来的，她有什么好委屈的？她才不是我小婶儿，我小叔喜欢的明明是婉晴姐姐。闭嘴！说话的是陆星宇，陆庭渊的侄子，一个被惯坏的熊孩子。苏婉晴，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陆庭渊高中的青梅竹马，2人门当户对。可就在他车祸瘫痪，在病床上最绝望的时候，那个女人却拍拍屁股去了国外。陆奶奶气得直敲拐杖，勒令陆星宇给我道歉。我大度的摆摆手，没事儿，陆庭渊是我自己选的，我不觉得委屈。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我要跟老公好好过日子呢。奶奶趁机催生，我故意叹了口气。这事儿啊，得看庭渊的实力了。陆庭渊的脸瞬间黑得像锅底，转动轮椅就往外走。我走了，你随便吧。晚上回到我们的婚房，他坐在轮椅上，眼神像淬了冰一样看着我。从今天起，你搬到隔壁客房。老公，分居不利于夫妻感情，我们还怎么要孩子？别喊我老公，1年后我就会去死，到时候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那你现在不还没死吗？等你死了，你就是死老公，有了你的遗产，我就是美丽俏寡妇，到时候什么清纯男大、禁欲帅哥任我挑选。你放心，我绝不委屈自己。他死死盯着我，胸口剧烈起风。陆庭约这人嘴硬心软，我死皮赖脸的没搬走，他也拿我没辙。为了培养感情，我开始全方位入侵他的生活。别墅很大，但他除了主卧、书房，几乎不涉足其他区域，甚至还有一个神秘的房间。周助理说，少爷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进去。我偏不信邪，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攻克他。老公，帮我个忙呗！我拿着衣服一件件在他面前比划，从第一次见陆奶奶的裙子，到领证那天穿的衬衫，我喋喋不休。他虽然全程只回了几个嗯，但目光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过。我最近快递有点多，你什么时候有空陪我取一下呗？吃饭时，我故意试探他的底线。所有快递周助理会取，你不用管。周助理，到底他是我老公还是你是我老公？我不过是你名义上的老公，你想交往其他人，但别带回家，也别让奶奶知道。好啊，那我下午就出去约会，晚饭不回来吃。下午我确实出门了，不过是见闺蜜糖果。糖果兴奋地跟我八卦说，群里都在传陆家二少爷脾气古怪，没人敢嫁，却不知道我其实早在高中时就暗恋他。当年我家境贫寒，弟弟要学钢琴，我妈逼着我交出打工的钱，是苍穹集团陆家的助学金拯救了我，而名额正是陆庭渊悄悄拨给我的。他是我灰暗青春里唯一的光。糖果得知我要和他备孕，神秘兮兮地说给我寄了新婚大礼包。晚上我回到家，发现几个快递盒子已经放在了客厅。陆庭渊坐在沙发旁，脸色铁青地盯着其中一个拆开的箱子。我凑过去一看，脑袋瞬间嗡了一声，箱子里装满了各种令人脸红心跳的情趣道具和几盘尺度极大的光碟。陆庭渊冷着脸把东西扫进垃圾桶。这些不是我买的，我买的是游戏机和乐高。
我会处理掉的。我累了，睡了。才晚上9点，他就逃回了房间。第二天一早，我换上职业装，准备去鼎恒建筑入职。临走前，我故意对吴妈说今晚回来吃饭，还特意看了陆庭渊一眼。到了公司空降副总监的身份，立刻引来了老员工的敌意，特别是原本有望晋升的李经理。开会时故意拿一个停滞了3个月的烂尾项目刁难我。南总监，这项目就交给你了，今晚不请大家吃个饭，熟悉一下？我今晚跟家人有约。既然李经理这么急，今晚辛苦你们整理资料，明天上午10点开会交给我。在一片错愕的目光中，我准时下班。冬天的晚高峰冷得刺骨，我排了20分钟才打到车。回到家时，桌上摆满了糖醋排骨、芥末虾球和泡辣火鸡面，全是我爱吃的。吴妈笑得合不拢嘴。少夫人，这可是少爷特意吩咐我做的，他等了您好久呢。我心里一暖，看向陆庭渊，他依旧板着脸，但破天荒地添了半碗饭。打车太冷了，那就买辆车。陈助理，明天给夫人挑辆车，安全系数高，适合她的，最好的。吃过饭，我硬拉着他出门，扔垃圾散步。夕阳把街道染成金色。路过一家水族店时，我兴冲冲地买了一缸海星。好可爱啊！你看，你看，看着我趴在鱼缸前指指点点，陆庭轩的嘴角终于扬起了一抹极浅的弧度。第二天出门上班，我被门口停着的一辆崭新的顶配保时捷帕拉梅拉惊呆了。这就是他说的随便买辆10几万的代步车？开着豪车上班确实拉风，但也惹来了流言蜚语。午休时，我在茶水间门外清清楚楚地听到手下员工在议论我老公是个残废，是个遭报应的社会渣滓。这时，我的火气彻底压不住了。听说了吗？南总监的老公是陆家那个残废的二少爷。听说他上学时天天霸凌同学，现在残废了，纯属遭报应。茶水间里，菲菲正在极力维护我，而另一个女员工则满脸刻薄的造谣。有个朋友是陆庭渊的高中同学是吧？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拿手机出来，现在就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南总监，你图他什么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我图他长得帅，图他有钱，图他比你们这些只会在背后嚼舌根的人干净10000倍。我永远记得高中那次，陆庭渊为了保护被气的胖子同学，一个人把校霸揍得鼻青脸肿。他从不是渣子，他是英雄。下班时，天又飘起了雪。我走出大楼，却看到一辆熟悉的黑色迈巴赫停在路边，车窗降下，陆庭渊坐在后排，眼神深邃。李经理，以我的审美，我当然是看脸啦。我故意拔高音量，当着所有错愕的同事的面，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里开了暖气，我冻僵的手渐渐回温。你同事惹你生气了？没有，他们只是嫉妒我有个又帅又有钱还接我下班的老公。老公，你剪头发啦？更帅了。他有些不自然地别过脸。晚上回到家，我因为要比对国内外的建筑行业条例，熬夜在书房加班，不知不觉趴在桌上睡着了。等我迷迷糊糊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卧室的床上，而书房桌上那份原本繁杂的条例对比，竟然已经被人用精准的 NLP 模型跑出了完美的差异总结报告。我猛地推开门，看着坐在轮椅上的陆庭渊，他曾经是整个智能机器人行业最耀眼的新星啊！老公，你真是个超人！很晚了，睡觉吧。等等，今天不培养感情了吗？来吧，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他喉结滚动了一下，正要说话，突然脸色煞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双手死死抓住了轮椅的扶手。陆庭渊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抗拒治疗的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发疯。而此时，陆家的医生带来了更糟糕的消息：如果不立刻进行风险极高的手术，他可能连这1年都撑不到。陆庭渊病倒了，高烧不退，疼得浑身发抖。他太久没做抗敏训练。魏医生来检查后，脸色凝重，说他太久没做抗敏训练，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必须尽快住院手术。我不去，走，你们都走！陆庭像头绝望的困兽，暴躁地把手边的东西全砸了出去。陆奶奶在一旁哭得快晕过去。暮雪，庭渊他之前手术失败，留下了很大的阴影，他现在已经放弃治疗了。陆庭渊的大哥无奈地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之前手术失败的痛苦，让他彻底放弃了希望，连奶奶都求我劝劝他，让他接受治疗。我看着床上那个冷汗涔人、紧咬牙关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大哥，我尊重他的选择。我平静地说出那段血淋淋的往事。我曾拼尽全力想留住生病的奶奶，可最终她被病痛折磨地求我放手。我们没有经历他们遭受的痛苦，强行把他们留在身边，可能才是一种自私。所以我尊重庭渊的选择，我也只会一直陪在他身边。等所有人都离开，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俩。陆庭渊退烧了，虚弱地睁开眼。这还不是最疼的一次，习惯了。把衣服脱了，我帮你擦擦身上，换件干净的，不然再着凉会更严重。我自己来。放心，我不会趁人之危的。
而且你现在应该也不太行。第二天一早，我去参加行业酒会，却没想到在这个名流云集的场合，我竟然迎面撞上了那个当年抛弃他的女人苏婉晴。酒会的灯光晃眼，我刚端起香槟，就看到了苏婉晴。她身边的男人是启辰的万总。苏婉晴端着一副楚楚可怜的姿态走到我面前，叹着气说：“听说你就是庭院的新婚妻子。”她开始自顾自地追忆往昔，说以前经常和陆庭渊去美术馆，那时的回忆多么美好。既然回忆这么美好，那你当时为什么在他出车祸的第一时间就离开了他？我毫不留情地打断他，他眼眶微红，装出一副心碎的模样。我看到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心都要碎了。我太爱他了，无法接受他永远站不起来的现实。这些年我一直很愧疚，我甚至怀疑他和你结婚是在惩罚我。真是好大一朵白莲花。苏小姐，这些话你应该说给心理医生听听。你说你无法面对现实，那你为什么在他做康复训练最痛苦的时候，和万总去巴黎旅游去了？恰好我看过万总的朋友圈。苏婉晴的脸色瞬间煞白，我凑近她，压低声音：“至于万总，听说他已婚多年的妻子正在找律师准备起诉他。苏小姐有空关心别人的丈夫，不如多关心自己。我恰好有个专打婚姻家事官司的律师朋友，就当送你的见面礼了。”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我痛快地喝光了杯里的酒。等我晚上回家，却发现陆庭渊反常地喝了酒。平日里那座冷冰冰的冰山，此刻却红着眼睛，死死拉住我的手，说出了一句让我惊掉下巴的话：“林慕雪。”陆庭渊喝醉了，刚才他的好兄弟萧慕寒从国外回来给他打了电话，知道了我们结婚的消息。我刚要转身去给他拿解酒药，却被他一把死死拽住。你结婚了，你知道吗？你要守难得，难得是男人最好的嫁妆。这么霸道？当然了，我是老大。他直勾勾地盯着我，语气竟然带着几分毫不掩饰的霸道和委屈。他扬起下巴，理直气壮。我被他这副反差极大的模样逗笑了。好，老大，那你对我还有什么不满的吗？你每次我亲你的时候，你都气喘吁吁的，你好好练练。我怕我还没去瑞士呢，就被你亲嗝屁了。我老脸一红，这男人喝醉了，怎么什么底裤都往外扒？第二天，酒醒后的陆庭渊恢复了清冷，但他突然叫来周助理，帮我约一下康复治疗，今天下午就开始。好的，陆总。真的吗？陆总，您真的愿意接受手术了？别蹬鼻子上脸，不手术，死在岛上和死在瑞士，哪种更不体面，我还是拎得清的。我死皮赖脸的跟着他去了医院。康复科的医生看了他的数据，意味深长的嘱咐：心率都超了，少喝点酒。可以有正常夫妻生活，但是要节制。陆庭渊的耳根肉眼可见的又红透了。生活似乎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在公司也顺利拿下了大项目。可就在这时，萧慕寒和苏婉晴突然找上门来，彻底砸碎了陆庭刚刚建立起来的平静。鼎恒建筑的会议室里，我主导的谷怀里改造项目大获全胜，连一直挑刺的李总都对我刮目相看。林总，您是怎么做到一直这么自信又优秀的？我笑了，以前的我也很自卑，直到高中的某一天，我看到了那个拿到国家机器人大赛金奖的最年轻获奖者陆庭渊。他在台上的万丈光芒刺破了我的灰暗，为了能配得上他，我拼命努力，才有了今天的男总监。怀着雀跃的心情回到家，却发现客厅里气氛降到了冰点。萧慕寒和苏婉晴竟然来了。庭渊，你就重开苍松科技的实验室吧，以你的能力，一定能重返巅峰。这句话像最毒的针，瞬间刺破了陆庭渊好不容易结痂的自尊。我回不去了。陆庭渊像变了个人，疯狂地把以前实验室的设计图和零件扫进垃圾桶。苍穹你随便处置，卖了也行。我现在连自己都管不了，你们走！苏婉晴在一旁装好人。阿渊，你别生他的。我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陆庭渊双眼猩红，如同绝路上的野兽，嘶哑的低吼。等他们离开，陆庭渊一个人坐在满地狼藉中，死气沉沉。我走过去，心疼地蹲下身去捡那些零件。别动，明天让周助理扔了。
这是你们奋斗的成果。我咬牙看着他，他不顾我的阻拦，眼底满是自嘲和残忍，对着我吼出了那句最伤人的话。而这一次，我没有再忍气吞声，彻底爆发。那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陆庭渊死死捏着轮椅扶手，手背青筋暴起，抗拒着我靠近属于他的世界。你老婆，跟你有关的一切都跟我有关。林慕雪，你年轻漂亮，前途光明，你完全可以找一个健康的伴侣，何必跟我在一起受折磨？你站在我身边只会被嘲笑，被可怜，你根本无法想象我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地狱里。我懂，我说我懂。我爸爸被病痛折磨了8年，我看着他从能把我举过头顶，变成在病床上连翻身都需要帮忙。我奶奶在最后的日子被折磨的求我放手。我红了眼眶，眼泪不争气的砸下来，房间里死一般寂静，只能听到我急促的呼吸声。我擦了一把眼泪，死死盯着他。你说的地狱我见过，跟你结婚是我自愿的，一切结果我都能接受。所以你别再跟我说什么你要去死。他愣住了，嘴唇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还有，你别见你那个前女友，你在他那里心里不痛快，跑回家找我撒气，你算什么男人？闭嘴，我受够了。我没给他反驳的机会，抓起外套摔门而出，直接让周助理把我送去了陆家老宅避难。我在老宅的网球场上挥汗如雨，发泄怒火，却没想到第2天，一个不可能出现的身影竟然坐着轮椅被人推到了网球场边。我在老宅的网球场上把球打得震天响，只为了发泄昨晚心里的憋屈和怒火。就在我大汗淋漓，喘着粗气准备发球时，场边突然传来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声音：老婆，喝水小心烫。我猛地转头，陆庭渊竟然坐着轮椅出现在场边。他不仅来了，手里还拿着毛巾，顶着周围亲戚震惊的目光，极其自然的伸手帮我擦汗。全家都知道他出事后有多封闭，现在却像变了个人。我冷着脸拍开他的手，别夹着嗓子说话，叫谁老婆呢？陆奶奶在一旁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连连摆手，借口要去打麻将，赶紧开溜，给我们腾出独处的空间。回家路上，陆庭渊破天荒地低了头，修长的手指局促地摩挲着轮椅扶手。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说那种混账话了。他闷声解释，昨晚失控不是因为苏婉晴，是萧慕寒的话让我想起了过去那些不堪的回忆。我狐疑地盯着他泛红的耳廓，忽然反应过来，所以你不仅没对前女友念念不忘，反而是吃醋了。他傲娇地别过脸，耳根红得几乎滴血，看穿不说穿，你不知道吗？我以为傲娇少爷终于被我彻底顺了毛，可第2天公司的一个紧急电话却逼着我不得不把他推上一个他最抗拒、最残忍的战场。鼎恒建筑的改造项目出了大麻烦，带头反对拆迁的孙先生是个坐在轮椅上的残障人士，死活不同意搬迁那个老旧的篮球场。我火急火燎赶到现场，孙先生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们这些健全人说的好听，根本不懂我们坐在轮椅上的视角。新址有1公里远，路上全是坑洼和石墩子，我们怎么出门？这是我们唯一的社交场所。我深吸一口气，没有用那些官方的话术反驳，而是指了指不远处坐在迈巴赫里等我的陆庭渊。孙先生，我懂。因为我先生也需要借助轮椅生活，为了彻底拿下这个项目，我厚着脸皮敲开车窗，老公帮我打场篮球赛好不好？如果你愿意上场，证明给他们看，今晚我让你睡主卧。陆庭渊挑了挑眉，竟然没有拒绝，成交。当他划着轮椅冲进球场的那一刻，全场都安静了。他操控轮椅的技术极其熟练，过人投篮3分球，动作行云流水，直接带队赢下了比赛。看着场边为他欢呼的小孩和残障朋友们，陆庭渊眼底那层厚厚的死灰终于被一点点点燃了。他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另一种用力活着的可能。这场大汗淋漓的球赛彻底唤醒了曾经的科技新星。可就在他雄心勃勃准备重振旗鼓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马路冲突却引出了一个让我和他都意想不到的男人。回去之后，陆庭渊主动给萧慕寒打了电话，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我决定重返苍穹科技。他说他不再执着于向世界证明自己和正常人一样，哪怕同样的事情要花2倍的时间慢慢去做，他也不再逃避了。为了庆祝他的新生，我开车载他去实验室，谁知路上却被一辆车恶意加塞刮蹭。对方是个不讲理的壮汉，下车不仅倒打一耙，说是我的全责，还扬言要动手打我。住手，放开他！一个高挺俊朗的男人突然冲出来，一把扭住了壮汉的胳膊，壮汉疼得直叫唤。见我们报了警，灰溜溜的赔钱跑了。暮雪，好久不见。男人转身冲我笑得温柔，竟然是顾明泽，我高中时搬走的前邻居哥哥。我还没来得及叙旧，车里的陆庭渊彻底坐不住了，他冷着脸摇下车窗，目光如刀，一字一顿地宣示主权。我是他老公。顾明泽不仅没退缩，反而笑眯眯地加了我的微信。暮雪，有空一起吃饭。向前看，别留恋过去。回家的路上，车厢里的醋味简直能把人酸死。陆庭渊阴阳怪气的嘲讽前男友重逢，下一步是不是要破镜重圆了？我随口夸了一句，顾明泽是最帅大学教授。结果第2天一回家，我差点被客厅里闪瞎眼的陆庭渊惊掉下巴。顾明泽很帅吗？什么眼光？周助理捯饬都比他好看。陆庭渊在家里像只炸毛的猫，气急败坏的发飙。为了证明自己，他连夜逼着周助理去查什么是难得。等我第2天傍晚下班回家，一推开门，差点以为走错了片场时，家里灯火通明。陆庭渊竟然请了城里最顶级的造型师托尼和艾伦，在家里大做全套 SPA
他的头发被精心打理过，连衬衫的扣子都故意解开了2颗，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该死的充满攻击性的男性魅力。老公，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我强忍着笑问他，他冷哼一声，理直气壮地说，男人的容貌，妻子的荣耀，这是保持婚姻长久幸福的秘诀。晚上顾明泽如约发来消息，约我出去吃饭。我刚换好鞋，陆庭渊就推着轮椅死死堵在门口。我也要去，你去干什么？你又不认识他，多尴尬呀！我无奈地叹气，我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外面，何况我已经很久没在外面吃过饭了，你就忍心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他死死盯着我，那双深邃的眼睛里竟然带了一丝可怜巴巴的哀求。我心头一软，彻底妥协了。带着这尊护妻狂魔去赴约，原本是一场老友重逢的温馨晚餐，硬生生被陆庭渊变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雄性修罗场。高档西餐厅里，顾明泽刚要跟我回忆青春，陆庭渊就直接甩出重磅炸弹。你好，陆庭渊林沐雪的合法丈夫，加个微信认识一下。牛排端上来，陆庭渊故意切了一小块，眉头紧锁，这牛排熟过了。他转头叫来服务员，麻烦再上3份5分熟的，不要将就，我们要换新的。新的更好更嫩，这哪里是说牛排，分明是在内涵顾明泽这个旧人。我去洗手间的时候，顾明泽显然被激怒了，暗中警告了陆庭渊，但我回来时只看到陆庭渊那张写满正宫娘娘底气的傲娇脸庞。吃完饭，陆庭渊借口让我等他，自己划着轮椅去了街角。在刺骨的寒风里，他捧着一个热腾腾的烤红薯递给我，尝尝看甜不甜。我愣住了，他眼神深邃，语气温柔的要命。第一次见你也是冬天，我爷爷让我送红薯去你家，我看到你妈妈把你眼馋的烤红薯拿去给了你弟弟。第2天我问你好吃吗，你说特别甜。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是个特别要强的女孩。原来早在我暗恋她之前，她的目光就已经越过人海，落在了我身上。我以为我们终于要修成正果，甚至准备好了在领证5个月纪念日这天把自己彻底交给她。可那一晚，她却突然不告而别，彻底失联了。我养的那只粉色海星死了，本以为养海星不会投入太多感情，可真到了这一刻，我心里难受的喘不过气。看着空荡荡的鱼缸，我突然浑身发冷。如果有一天离开的是陆庭渊，我真的能面对吗？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彻底爱上了他。今天是我们领证5个月的纪念日，也是我当初大言不惭说要跟他生孩子的日子。周助理说，陆庭渊今天特意做了全套造型，帅得无可挑剔，甚至还在家里准备了烟花。但我怂了，我落荒而逃。我捏造了一个紧急出差的借口，连夜飞去了下着大雪的哈尔滨。电话里，他的声音透着失落：“你是不是在躲我？”“没有，我只是累了。”我死死捂着嘴，眼泪止不住的流。沐雪，我想你了。挂断电话，我哭得泣不成声。感性让我疯狂想挽留他，可理性却告诉我，那个1年后去瑞士安乐死的倒计时，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把我炸得粉身碎骨。我躲了整整半个月，等我终于鼓起勇气回城，直奔苍穹科技的新品发布会时，却在聚光灯下看到了一个让我完全挪不开眼的男人。发布会现场，人声鼎沸，陆庭渊坐着轮椅，从容地滑向舞台中央。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双腿，甚至直白地揭开伤疤。25岁发生意外后，我一度坠入地狱，无法接受自己没有尊严地活着。直到半年前，一个人降临在我的生命里，是他让我相信我依然有能力改变世界。全场屏息。大屏幕亮起，那是苍穹科技最新研发的智能仿生手臂和机械外骨骼。它的目标是让每一位残疾人重新站起来，享受世界。那个曾经被全城嘲笑的残废少爷，那个跌落神坛的天才，终于以最轰动的方式带着他的骄傲杀回来了。台下掌声雷动，风头和媒体像疯了一样涌向他。我站在角落里，看着光芒万丈的他，心脏狂跳不止。等人群散去，我悄悄走向 VIP 休息室，想给他个惊喜。可刚推开门，我就看到苏婉晴红着眼眶站在他面前，满脸委屈地祈求着什么。阿渊离开你的这2年，我也很痛苦。现在你越来越好了，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苏婉晴哭得梨花带雨，我捏紧了门把手，却听见陆庭渊冷的掉冰茶的声音。我没有变好，变好的不是我，是我身边的人。他一抬头看到了我，直接越过。苏婉晴一把拉住我的手，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林沐雪。苏婉晴脸色惨白，狼狈逃走。休息室里只剩我们俩，我再也绷不住了，红着眼冲他吼：“我就是在躲你！你说1年后要去瑞士，可现在我爱上你了。”我没法面对你转身去死。他愣住了，深邃的眼底猛地迸发出狂喜。他用力把我拉进怀里，声音沙哑又温柔：“我不去瑞士了。我已经打电话取消了安乐死。我告诉他们我恋爱了，我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我想和你长长久久地走下去。”没等我从狂喜中回过神，他捧着我的脸，抛出了一个更让我心惊肉跳的决定。沐雪，大哥说国外有了新的技术，我决定接受那场手术。医生说这次脊柱神经再生手术有85%的几率能让我重新站起来。陆庭渊语气平静，那剩下15%呢？我死死抓着他的袖子，可能会下不来手术台吧。我浑身发抖，眼泪砸在他的手背上。那就不要做啊，你坐轮椅，我也愿意养你一辈子。他反握住我的手，眼角泛红，可我舍不得。我想和你一起去打卡你想吃的餐厅，想在你走累的时候背你回家。沐雪，我想做一个普通的丈夫。我哭着点头。为了缓解恐惧，我们约定等他好了，就把必吃榜上的餐厅全吃个遍，一顿接一顿的吃下去。手术定在下周1，陆奶奶和全家人都来了，轮番给他打气，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就在手术前1天傍晚，陆庭渊的大哥突然神色复杂地递给我一份文件，里面竟然是陆庭渊全部的股份和固定资产转让书。而更绝望的是，特护病房里陆庭渊失踪了。陆少呢？他去哪了？护士在走廊里焦急地喊，车上的医用美容刀怎么不见了？我的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陆庭渊的复健结果很不理想，他最近状态一直很差。他先把所有资产交给了大哥保管，现在人又带着刀消失了。难道他觉得手术无望，要提前结束这一切？我疯了一样在医院里找他，楼梯间、天台、花园到处都没有。我颤抖着拨通他的电话，接通的那一秒，我撕心裂肺地吼：“陆庭渊，你在哪？”电话那头传来他粗重的喘息声：“沐雪，我马上到家。”回家，我来不及细想，疯了一样打车冲回别墅。推开大门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没有轮椅，没有拐杖。
客厅中央，那个高大的男人浑身被汗水浸透，正靠着自己的双腿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推开别墅大门的那一刻，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没有倒塌的轮椅，也没有绝望的血迹。客厅中央那个原本被医生宣判极高风险的男人，正靠着自己的双腿稳稳地站立着。陆庭渊看着我，眼眶微红，他迈开腿一步两步，虽然有些摇晃，却无比坚定地朝我走来。他一把将我死死按进怀里，声音哑得不成样子：“暮雪，一切都是真的。”我站起来了，我靠在他宽阔的胸膛上，眼泪瞬间决堤。现在的我重新拥有了可以奔跑的双腿，但比这更幸运的是，我有了想要奔跑着去拥抱的人。他松开我，深邃的黑眸紧紧锁住我的眼睛，突然单膝下跪，如同最虔诚的信徒：“林暮雪，嫁给我好吗？”我一边抹眼泪，一边笑骂他傻：“我们不是早就结婚了吗？不一样，这次我想和你共度余生。”他握住我的手，将一枚璀璨的钻戒缓缓推入我的无名指：“我爱你，所以我想和你一起幸福下去。”我用力点头，紧紧抱住他。我以为求婚就是我们幸福的顶峰，可直到第二天我们开始筹备那场迟来的蜜月旅行时，我才发现他藏在别墅里的秘密远不止这些。陆庭渊康复的极快，为了兑现当初的承诺，我们开始疯狂打卡各种必吃榜餐厅。坐在装潢精致的甜品店里，我挖了一勺限量版蛋糕塞进嘴里，故意皱了皱眉。这家餐厅我打4.5分，扣掉0.5分。陆庭渊挑眉，一边动作自然地帮我擦去嘴角的奶油，一边问为什么？因为这蛋糕不够甜，没有我老公甜。我冲他疯狂眨眼，他轻笑出声，眉眼间的阴郁早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宠溺。吃完饭，我们并肩走在海边看夕阳，我兴奋地拉着他规划迟来的蜜月旅行，到时候我们要去潜水、冲浪，还有攀岩，我们要一起周游全世界，把以前错过的都补回来。好，你是老大，都听你的。他纵容地看着我，我掰着手指头盘算，那我还有好多装备没买呢，滑雪服什么的，这些不用买，家里都有。陆庭渊突然打断我，我愣住了，在家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牵着我的手回到别墅，径直走向了1楼尽头，那扇常年紧锁的房门，那正是周助理曾严厉警告过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的神秘禁区。随着咔嗒一声轻响，那扇禁忌之门被推开了。我以为里面会是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塞满了他青春与荣耀的储藏室。墙上挂满了照片，陆庭渊指着其中一张，声音低沉：“这是我19岁第一次在北海道滑雪的时候拍的，这个是21岁，当时突发奇想，一个人骑行去了西藏。”旁边还有一张苍穹科技刚成立时团队意气风发的合影，照片里的他耀眼的让人挪不开目光。那个时候你的生活真精彩。我轻声感叹，心里却隐隐作痛。车祸之后，我就把过去的一切都封死在这里了。陆庭渊从背后环住我，下巴搁在我的颈窝，我锁起了过去，再也不敢触碰，直到你出现。他将我转过来，认真地看着我：“暮雪，你是我的生活里唯一一个不把我当成残疾人看待的人。是你让我重新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让我知道我还会被别人需要。谢谢你，照亮了我的人生。”我红着眼眶去翻旁边的旧相册，想缓和一下气氛。可当我翻到一张他高中校队的合影时，我的呼吸猛地滞住了，死死盯着照片里那个熟悉的轮廓。我指着相册里那个穿着球衣的少年，声音控制不住的发颤：“这是你？我当时高中还是校队主力呢，可惜你没有见过我当初帅气的样子。”陆庭渊笑着凑过来：“我见过。”我死死盯着他，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相册上。“你是4中的。”我想起来了，那年冬至的大雪里，就是这个少年让爷爷送来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烤红薯，把我从绝望和寒冷中拉了出来。后来他又是那个在台上拿了国家机器人大赛金奖的天才，成了我灰暗青春里唯一的光芒。所以是你先照亮了我的人生。我哽咽着扑进他怀里，你给我的光亮照亮了我的过去，也足够让我温暖你的现在和未来。陆庭渊紧紧抱住我，吻去我脸上的泪水。我突然从他怀里抬起头，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等等，所以领证那天你就认出我了？而他的回答让我彻底倒吸了一口凉气。当然，陆庭渊毫不犹豫地承认了，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意。我瞪大了眼睛，那你怎么不早说？原来这场看似荒唐的冲戏闪婚根本不是陆奶奶的盲目安排。陆庭渊早就认出了我，他坐在轮椅上，看着那个曾经在烤红薯摊前咽口水，后来又在台上光芒万丈的倔强女孩走进了他的生活。不过我早说了，你怎么会那么理直气壮的找我要孩子？他捏了捏我的脸，语气里满是得逞的意味。我羞得满脸通红，追着他打。整个别墅里回荡着我们的笑声。经历过生死、绝望和痛苦，我们终于真正的走到了一起。我看着眼前这个丰神俊朗的男人，心里默默念出了当年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那句话：“你好，我叫林暮雪。”本以为一切磨难都已结束，我们将迎来盛大的幸福。然而，就在我们准备飞往海岛度蜜月的前一晚，周助理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撕裂了宁静的夜。陆总不好了，苍穹科技的核心代码泄露，对家公司提前1小时发布了我们的同款机械臂。而更让我如坠冰窟的是，所有的证据竟然都指向了我。陆总，苍穹核心代码泄露，对家公司抢先发布了新品。周助理焦急的声音在免提里炸响，我手里的防晒霜啪的掉在地上。更让我浑身发冷的是下一句：查了 IP 泄露源头，是邵夫人在鼎恒建筑的办公电脑。蜜月彻底泡汤了。我们连夜赶到苍穹科技会议室里，气压极低。肖慕寒把一沓数据报告重重摔在桌上，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陆庭渊，你到底是被什么迷了心窍？这女人接近你就是为了盗取机密。”我百口莫辩，死死咬着嘴唇，看向陆庭渊。他坐在主位上面，沉如水深邃的眸子让人看不透情绪。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他发落我。在这商战的节骨眼上，最怕的就是后院起火。说话啊，证据确凿，你还要护着他吗？肖慕寒步步紧逼。陆庭渊终于动了，他缓缓站起身，目光冷冷地扫过那份报告，然后转头看向我。我紧张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他会怀疑我吗？
可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整个会议室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陆庭渊一把将我拉到身后，将那份报告甩在萧慕寒脸上。我老婆没那么蠢，用自己公司的电脑干这种容易暴露的事。他声音冷得像淬了冰，这锅他不背。我刚想感动，突然反应过来，谁蠢啊？萧慕寒气得摔门而出。我冷静下来，立刻锁定了嫌疑人。我在鼎恒的电脑只有内部人能碰，李经理还是那个一直看不惯我的女同事。去查。陆庭渊丢给我一个 U 盘大小的微型追踪器，温柔地揉了揉我的头发，放手去干。天塌下来，老公顶着。当晚我借口加班前回鼎恒建筑，整个办公区黑漆漆的，只有逃生通道闪着微弱的绿光。我放轻脚步，一点点靠近我的独立办公室。刚走到门口，我就看到里面有电脑屏幕的微光闪烁，一个人影正鬼鬼祟祟地插着 U 盘，飞速拷贝着我电脑里的隐藏文件。我猛地推开门，啪的按亮了大灯，看清那人脸的瞬间，我整个人如遭雷击。怎么会是他？菲菲，怎么是你？我看着眼前这个平时一口一个林总监，看似纯良无害的助理，满脸不可置信。菲菲吓得瘫倒在地，手里的 U 盘掉在地上，她捂着脸崩溃大哭，知道事情败露，干脆全招了。原来是李经理和苏婉晴联手收买了他。苏婉晴要毁了陆庭渊的苍穹科技，李经理要借机赶我出局，两人一拍即合，拿菲菲生病的弟弟做筹码，逼他偷取我的权限密码。我冷笑一声，打开手机录音，把你刚才说的话一字不落地再重复一遍。拿到铁证，我刚要转身离开，办公室的门却突然发出一声极其诡异的咔嗒声，门被人从外面死死反锁了。谁在外面开门？我用力砸门，菲菲吓得尖叫起来，紧接着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和滚滚浓烟像毒蛇一样从门缝里迅速钻了进来。火势蔓延的极快，整栋大楼的火警警报凄厉地响了起来。我和菲菲被困在全封闭的办公室里，浓烟呛得我眼前发黑。难道我今晚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呵呵呵，办公室里的氧气越来越稀薄，我用湿纸巾捂住口鼻，抄起椅子疯狂砸向那面全封闭的落地玻璃。可钢化玻璃纹丝不动，只留下几道白印。菲菲已经熏晕了过去。我摸出手机，屏幕上的信号只有微弱的一格。我颤抖着拨通了陆庭渊的电话。庭渊，救我！意识逐渐模糊。就在我快要彻底倒下的瞬间，耳边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砰！哗啦！坚固的钢化玻璃被一把消防斧生生砸碎，无数玻璃碎片像暴雨般折射着火光落下。火海中，一个高大的身影扔掉斧头，逆光冲了进来，是陆庭渊。他没有坐轮椅，他那双曾经被医生宣判可能再也站不起来的腿，此刻却稳稳地撑着天地。他一把将我打横抱起，用宽大的防火毯将我死死护在怀里，如同一尊无可匹敌的战神，大步冲出了火场。救护车上，我强撑着最后一丝清醒，把录音笔塞进他手里。第二天，苍穹科技的董事会上，一场针对陆庭渊的残酷逼宫大戏正式上演了。因为泄密事件，苍穹科技股价暴跌，董事会的几个倚老卖老的老古董联合施压，逼陆庭渊引咎辞职，交出大权。苏婉晴作为对家公司的新晋合伙人，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趾高气昂地走进会议室，以胜利者的姿态准备欣赏陆庭渊的溃败。阿渊，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也处理不了这种危机，不如把公司交出来吧。他笑得虚伪又得意。就在老古董们纷纷附和时，会议室的大门被一脚重重踹开，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像见了鬼一样。陆庭渊西装革履，身姿挺拔，迈着修长有力的双腿，一步步走到会议桌前。那强大的压迫感瞬间让苏婉晴的笑容僵在脸上，甚至惊恐地后退了一步。怎么看到我站起来？苏小姐很失望。陆庭渊居高临下地睥睨着她，将一支录音笔啪地扔在桌上，录音笔里传出菲菲清晰的供述声。苏婉晴脸色惨白，正想狡辩，大门外突然传来了威严的警笛声，而跟着警察一起进来的是一头怒火的我。你的腿怎么可能？苏婉晴像见了鬼一样，连连后退，精致的妆容彻底崩盘。我带着2名警察大步走进会议室，一把将火灾现场的勘测报告和录音备份重重甩在会议桌上。苏婉晴看到我活着站在这里，你很意外吧？我冷笑着逼近他，涉嫌商业窃密，指使他人纵火谋杀，下半辈子你就在牢里慢慢回味你的初恋吧。警察立刻上前利落地给苏婉晴戴上手铐。另一边，鼎恒建筑的李经理也已经被同步抓捕。那些刚才还叫嚣着要陆庭渊下台的老古董们，此刻个个冷汗直流，缩在椅子上，连大气都不敢喘。苍穹科技是我一手创立的，我能把它捧上天，也能把你们这群蛀虫踩进泥里。陆庭渊居高临下的扫视全场，眼神凌厉如刀。今天起，公司大清洗，谁有意见，现在就滚！会议室里死寂一片，再没人敢说半个不字。看着大仇得报，我刚想走过去抱住他，却见陆庭渊脸色猛地一白，他高大的身躯猛烈地晃了晃，下一秒竟然直挺挺地朝着我的方向倒了下去。庭渊，我尖叫着扑过去，接住他沉重的身体。医院里刺鼻的消毒水味让我几近崩溃。医生面色凝重地告诉我，他在火场里过度吸入浓烟，加上为了救我，双腿强行爆发了超越极限的力量，导致刚刚修复的脊柱神经再次受到严重压迫。我坐在病床边，看着他苍白沉睡的脸，心疼得像被刀绞。我替他整理换下来的西装外套，却在内侧口袋里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信封，抽出来一看，上面写着遗嘱书3个字，日期就在火灾发生的前一天。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如果他的身体发生任何不可逆的恶化，他名下苍穹科技的所有股份、海外信托、10几处房产将全部无条件转移到我的名下。他甚至连我的后半生怎么避税、怎么理财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原来他根本就没有100%的把握能一直站着。就在我捏着遗嘱泪流满面时，病床上的陆庭渊缓缓睁开了眼睛，正对上我通红的双眼。你醒了！我猛地站起来，把那份遗嘱狠狠砸在他胸口，眼泪夺眶而出。陆庭渊，你是不是觉得留一笔天价遗产给我，你就能心安理得的做个伟大的烈士？他愣了一下，随即苦笑着拉住我的手，声音虚弱却温柔。木血神经修复的风险一直都在，我怕我哪天又变回那个连翻身都要人帮的废人，我怕拖累你，我只想给你留条退路，我不要退路。我反手死死握住他的手，指甲几乎嵌进他的肉里。你听好，既然你招惹了我这辈子，你就得给我站着，扛起这个家，哪怕你再坐回轮椅，你也得乖乖被我推着走。他看着我倔强的脸，眼底闪过一丝震惊，随后化作浓浓的笑意和释然。
他用力将我拉进怀里，好，我答应你，死都不放手。就在这时，我放在床头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是顾明泽打来的。他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异常急促：穆雪，别废话，马上带庭渊出国。我联系到了德国最顶尖的神经学泰斗，他有最新的靶向技术，能彻底根除庭渊的神经隐患。顾明泽的这个消息不异于绝境中的一道曙光，但泰斗的档期极满，只给了我们2天时间飞去德国准备手术。这场手术成功率有90%，但一旦失败，陆庭渊将面临彻底的高位截瘫，再无战力可能。病房里，陆庭渊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连夜赶来送资料的顾明泽，他毫不犹豫地接过资料，一把揽住我的腰，冲着顾明泽挑了挑眉，谢了兄弟，这份人情我和我老婆记下了。都这时候了，这男人的醋坛子还端得稳稳的，我们决定赌一把。陆庭渊迅速将苍穹科技的代管权交给了萧慕寒，并去老宅跟陆奶奶匆匆道别。第2天一早，我们拉着行李箱直奔机场，只要上了这趟航班，一切都将迎来最终的转机。就在我们即将通过 VIP 安检口时，一个满头大汗的身影突然斜刺里冲出来，死死张开双臂拦在了我们面前，竟然是一直跟我作对的侄子陆星宇。小叔、小婶，你们不能走！陆星宇喘着粗气，眼眶通红。我以为这熊孩子又要闹什么幺蛾子，刚想发火，他却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昨天晚上偷听到我爸妈打电话，他们准备趁你出国手术，联合几个股东把苍穹的资产偷偷转移掏空。小叔，你别去，公司会被他们毁了的。我震惊地看着他，这个一向飞扬跋扈的富二代，竟然在利益面前选择了亲情和正义。陆庭渊却并没有多少惊讶，他伸手拍了拍陆星宇的肩膀，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笑。长大了，放心吧，你小叔还没瞎。我留萧慕寒在国内，就是为了关门打狗，早就给他们挖好坟了。陆星宇愣在原地，看着我们登机的背影，狠狠抹了一把眼泪。10几个小时的飞行后，我们抵达了德国的顶级私人医院，没有多余的寒暄，陆庭渊被迅速推进了手术室。头顶刺眼的手术中，红灯骤然亮起，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长椅上，死死盯着那扇冰冷的大门。15个小时过去了，大门却依然紧闭。德国医院的长廊冷得刺骨。15个小时，手术室刺眼的红灯终于灭了。顾明泽陪着我等在门外，双眼熬得通红。门开了，满脸疲惫的神经学泰斗走出来，摘下口罩，神色极其凝重。医生，我先生怎么样？我冲上去死死抓住他的白大褂。医生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手术中途，他的神经中枢出现了严重的排异反应。我们尽全力清除了压迫，保住了他的命，但他目前陷入了深度昏迷，如果48小时内醒不过来，可能会成为永久性植物人。我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顾明泽一把扶住我，永久性植物人，那个骄傲的要把苍穹科技捧上天的陆庭渊，怎么能永远躺在病床上？我绝对不接受。我换上无菌服，走进 ICU， 看着浑身插满管子、毫无生气的他。刚握住他冰凉的手，国内萧慕寒的岳阳电话突然打了进来，带来了一个更让人惊心动魄的消息。嫂子，收网了。萧慕寒的声音透着冷酷的兴奋。陆庭渊进手术室的这10几个小时里，国内商战天翻地覆。陆星宇的父母果然按捺不住，联合对家企图转移苍穹的核心资产，可他们不知道陆庭渊留下的公章和密钥全是最高级别的诱饵。萧慕寒和周助理带着金针警察直接冲进董事会，将他们人赃并获。陆星宇替他父母求情了吗？我看着病床上昏迷的陆庭渊，轻声问。没有，那小子自己抱得紧，大义灭亲。萧慕寒叹了口气，渊哥的心血保住了，他醒了吗？我鼻子一酸，眼泪砸在陆庭渊的手背上。快了，他答应过我，死都不放手的。挂断电话，我趴在床边，一遍遍跟他念叨我们没度完的蜜月，没吃完的必吃榜餐厅。时间1分1秒流逝，距离48小时的极限只剩最后10分钟。就在我几近绝望，准备不顾一切求他哪怕醒来看看我也好时，病房里刺耳的心电监护仪突然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心率直线下降，医生护士瞬间冲了进来，除颤仪准备抢救。刺耳的警报声撕裂了 ICU 的宁静，我被护士强行拉开，死死贴着玻璃门，看着他们一次次重压陆庭渊的胸口，直线。心电图上是让人绝望的直线。陆庭渊，你这个骗子！我崩溃地拍打着玻璃，撕心裂肺地吼：你说了要带我去潜水冲浪的，你说了要背我回家的，你敢死我就立刻拿着你的遗产改嫁。滴，一声微弱的跳动声响起，心电图上那条直线奇迹般的重新有了起伏。医生们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我冲回床边，紧紧握住他的手，他的睫毛微微颤抖，过了许久，终于艰难地睁开了一条缝。他看着我满脸的眼泪，干裂的嘴唇扯出一个极浅的弧度，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林慕雪，你吵死了，想拿我的钱改嫁，下辈子吧。半年后，阳光明媚的海岛沙滩上，我穿着长裙躺在躺椅上，看着远处那个向我大步跑来的男人，突然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海风微甜，阳光正好，半年的魔鬼康复训练，德国那场手术彻底清除了陆庭渊的隐患。此刻他穿着沙滩裤，迈着结实有力的双腿向我跑来，手里还提着一个装满5颜6色海星的水桶。老婆，我把海星买回来了。这个叫麻薯，这个叫火锅。他像个献宝的孩子，笑得比阳光还耀眼。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白了他一眼。你起名字还是这么敷衍。迟来的蜜月旅行终于兑现，我们去潜水冲浪，把之前规划的极限运动玩了个遍。那个被轮椅困住的阴郁少爷彻底死在了过去，现在的陆庭渊光芒万丈。晚上我们在海边吃烛光晚餐，看着切好的5分熟牛排，我突然一阵干呕，猛地捂住嘴冲向洗手间。陆庭渊吓得脸色惨白，连跑带颠的冲过来拍我的背，怎么了？吃坏肚子了？还是太累了？我马上叫私人医生。我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神色慌张的男人，嘴角忍不住疯狂上扬。我转过身，把包里那张早就准备好的化验单拍在他怀里。陆总，你可能要当爸爸了。陆庭渊整个人僵在原地，盯着那张 B 超单看了足足5分钟，突然像个傻子一样在沙滩上狂奔大喊：我要当爸爸了！
那年冬至，我们在海边补办了最盛大的婚礼。陆奶奶坐在主桌上，笑得合不拢嘴。萧慕寒、顾明泽、周助理都在台下疯狂起哄。经过家族清洗的陆心雨也西装革履地站在一旁，笑着送上祝福。陆庭渊穿着定制的白色西装，身姿挺拔，单膝跪地，将那枚独一无二的钻戒套进我的无名指。林暮雪，遇见你之前，我的人生是无底的地狱；遇见你之后，我的每一天都是暖阳。他吻了吻我的手背，目光温柔的能滴出水来。谢谢你在那年冬至没有放开我的手。我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笑得红了眼眶。老公，余生请多指教。海风吹拂，漫天的烟花在夜空中绚烂绽放。我知道属于我们的剧本才刚刚开始。